中共工信部部长说，治理行业恶性内卷初见成效，非理性竞争可以让新能源汽车、光伏等重点行业毁于一旦。他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中共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公开表态，约谈了展开外卖大战的外卖巨头。这两个动作看似普通，里面的弯弯绕可多了去了。一年过去一大半，转眼就是秋后算账的日子。可中共拍胸脯承诺的全年经济增长5%的目标还悬着呢。为了撇清关系，他们紧急发声，经济衰退的锅无论如何不能甩到他们身上。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米兰。中共终于承认产能过剩会在一夜之间毁掉整个产业。9月9号，中共工信部部长李乐成在“14·5”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宣称，中共治理新能源汽车、光伏等重点行业的非理性竞争有了初步的成效。李乐成说，企业产业的培育可谓千辛万苦，而非理性竞争毁掉一个企业、毁掉一个产业，可能在一夜之间。我们绝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。中共工信部部长说出这样的话，等于公开承认习近平大肆提倡的新三样险些在一夜之间全军覆没。为了挽救濒临绝灭的中国经济，中共在今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强调要整治内卷式竞争。今年6月又修订出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。7月，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反内卷，治理无序竞争。追根溯源，内卷式竞争、不正当竞争根子就在习近平大张旗鼓宣扬的新质生产力上。新三样更成为中共四处炫耀的资本。中共官媒科技日报5月29号报道，吹嘘中国新三样领跑全球绿色转型，其实正是新三样在祸害中国经济。行业加剧了内卷式竞争，失业大军不断扩大，通缩一天比一天恶化，恶性价格战愈演愈烈，东西卖不出去，只能向海外倾销，成为贸易战的导火线。中共从高层官员到民间百姓，全都是怨气冲天。习近平此时全然忘记，这些都是他亲自指挥、亲自部署的功劳，把这一切甩锅地方官员。7月14号，中共召开了10年来首次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。在这次会上，习近平罕见批评地方官员，说他们是拍胸脯、拍脑瓜、拍屁股的三拍干部。以上项目就是人工智能、算力、新能源汽车。难道全国每个省份都应该发展这些领域的产业吗？这就是中共党魁一旦事情危急，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，就赶紧甩锅。中共从上到下都是这个样子。美国前财长耶伦去年4月访问中国时，就担心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。对此，中共矢口否认。例如，党媒《人民日报》2024年5月16号的评论称，所谓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，都是站不住脚的伪命题。党媒《人民日报》2024年5月12号的评论称，炒作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是美国的阴谋，最大企图是遏制打压中国优势产业。党媒《光明日报》2024年5月21号评论称，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是言论陷阱。党媒《光明日报》2024年5月23号评论称，对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进行炒作，凸显西方焦虑。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产能过剩呢？正像中共工信部部长所说，这是中共政府着力发展的重点行业。中共政府一直在主动推动、积极介入产业的规划和投资。中共政府对自己重点发展的产业进行大量补贴。中共政府性基金还主动对其投资，出台倾向性极强的产业政策。据英媒 BBC 报道，中共对新能源汽车投入了数以千亿计补贴，几家炙手可热的公司都获得过政府性基金的注入。例如，小鹏汽车主要获得了来自广东的产业发展基金支持，理想汽车则主要获得了来自北京的政府基金投资，蔚来汽车则得到了安徽省相关基金的支持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一级市场的创投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。第三方机构 IT 橘子的数据显示，在前20名活跃机构名单中，
地方国资背景的机构占据了半壁江山，而以往活跃的高瓴创投、红杉中国等投资者则退居二线。从投资占比来看，一季度国资背景的投资金额超过900亿元，占市场总投资金额的约67%。各地也纷纷设立大规模投资基金，例如北京设立了100亿元专项债券投向政府投资引导基金。这些政府支持的基金高度聚焦于半导体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生物医药等高端领域。然而，这种政府主导的投资基金模式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，人为延长了僵尸企业的生命周期，扭曲了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。近来倒闭的多家新能源企业背后都有政府基金的影子。例如，在新能源汽车业内卷式竞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，哪吒汽车陷入资金链困境。持有哪吒汽车品牌的合众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今年5月遭申请破产。哪吒汽车内部宣布，员工5月12号起将居家办公，办公室门禁已失效。网上流传影片显示，哪吒汽车的员工在新总部围坐在董事长兼 CEO 方运舟的新办公室门口，追讨被拖欠的工资。哪吒汽车背后有包括桐乡市、宜春市和南宁市3个市属财政引导基金的支持。中共大力注资发展的光伏产业更是一片哀嚎声。路透社8月1号报道，隆基绿能、天合光能、京科能源、京奥科技与通威股份等5家中国太阳能龙头企业，2024年合计裁员约8.7万人，占总员工数的31%。晨星公司分析师程王表示，太阳能产业自2023年底以来已进入下行周期，2024年情况更恶化，2025年看起来仍未见好转。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今年7月的简报，自2024年以来，已有超过40家太阳能企业退市、破产或被并购。从2020年到2023年，中国太阳能制造商大举扩建新厂。这波投资潮得益于北京当局从房地产撤资后，将资源倾向所谓的新3样：太阳能板、电动车与电池。但这场扩产狂潮引发价格暴跌与激烈竞争。美国政府也对中国企业在东南亚设厂生产的太阳能产品加征新关税，进一步挤压中企的利润。2023年，中国太阳能行业的整体亏损金额高达600亿美元。杰弗瑞分析师艾伦·劳说，尽管中国太阳能产业仅相当于房地产业的1/10，但其亏损规模已与房地产危机不相上下。这种情况极不寻常，也极不正常。中共曾经自以为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新3样产业，险些在一夜之间全军覆没，而代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外卖行业，也因价格大战搞得损兵折将。美团、京东和阿里相继公布了2025年2季度的财报。在价格大战中，3家都亏得很惨，被人送上外卖3傻的名号。先说美团，8月27号港股盘后，美团发布了2季度业绩，实际经营利润仅有2亿人民币。有人开玩笑说，就这点钱，美团多送1天奶茶就没有了。外卖大战中，媒体宣传的阿里补贴500亿，京东补贴200亿。2025年2季度，美团的日均订单数量大概是7000至8000万单，按115亿补贴计算，日均补贴1.26亿，单均补贴1.6至1.7元。2025年2季度，京东补贴大战前的即时零售日均几百万单。媒体报道，5月15号，京东外卖2000万单，估计2季度峰值外卖加即时零售2500万单以上，2季度均值粗估1500至2000万单。京东140亿，日均补贴1.54亿，按2000万单计算，单均补贴7.5至8元。6月23号，阿里方面公布了外卖订单的最新成绩，淘宝闪购上线不到2个月，其联合饿了么的日订单数已超6000万。2025年2季度平均日单量应该在3500至4000万单。阿里如果补贴了100亿，4000万单，
单均补贴2.8元，如果150亿3500万单，单均补贴就有接近5元了。京东今年2季度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为62亿元，2024年同期为126亿元，同比大跌51%。经调整后，净利润为74亿元，2024年同期为145亿元，也接近腰斩。阿里财报显示，净利润为335.1亿元，相较2024年同期下降18%。粗略估算，对比上年同期，3家公司在外卖大战中烧掉至少200亿元。市场预期，为了补贴外卖和即时零售业务等，3巨头今年在销售和营销上投入的金额预计会超过1000亿元。阿里财大气粗，在外卖三傻还成了赢家，三傻忙活半年，纯粹是赔本赚吆喝了。中共急眼了，这样下去，连外卖巨头们都成了外卖三傻，今年的经济增长指标岂不是要泡汤？自己的官帽还能戴得住吗？现在官场反腐风声鹤唳，再不做点什么，这反腐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说不定就会落下来，掉到自己的脖子上。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9月9号上午的消息说，市场监管总局召开2025年度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。会上，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、新闻宣传司司长王秋平回应近期外卖平台补贴争议。王秋平介绍，市场监管总局及时约谈主要外卖平台后，平台快速响应，集体发声，承诺严守法律法规，杜绝不正当竞争，抵制恶性补贴，推动行业规范有序发展。不正当竞争、恶性补贴，这根子不就在中共这儿吗？中共把消费市场搞砸了，弄得老百姓的口袋空空如也，没人敢到餐厅消费，许多人在家里躺平，可他们总得吃饭呀，这外卖生意也就有了庞大的市场。要占领这穷人庞大的外卖市场，阿里、京东和美团必须下血本进行补贴，展开外卖价格大战。近来，中共党魁在上合峰会、93大阅兵和金砖线上峰会上宣扬全球治理倡议，展示穷兵黩武的军力，高喊团结，要跟美国争夺世界霸主的地位。可转过身来看，很快1年过去了一大半，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了。可今年3月份提出的全年经济增长5%的目标还没有着落，中共工信部部长赶紧出来澄清，他在治理重点行业的非理性竞争上是出了力的。中共市场管理总局也公开表态，约谈了外卖巨头们，警告他们不要进行恶意补贴。怎么看，这些动作都是想摘清自己。一旦经济增长没达到5%，这锅甩不到他们身上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